妈，算了。听见没有？人家于飞都说算了，我们这些当长辈的就不应该过多的干涉了。小飞，你不能这么轻易原谅他，不然以后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。不会再有以后了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决定了和于洋离婚。哎呀，我的好儿媳妇儿，你可别这么冲动啊！我知道先生外面有了这样的事情，太太心里是很难受的。雨阳，你快跟于飞道歉，让他不要跟你离婚啊！对不起，如果断绝我们的关系能够平息你的怒气，那我尊重你。夏雨阳，这就是你的诚意吗？看来你是真的不打算要这段婚姻了。好，我成全你。我原本以为，即使没有爱，我跟叶玲至少能成为互相扶持的夫妻。没想到，他居然这样骗我。夏雨阳和叶玲是于飞从小就信任依赖的人，可这两人却同时的背叛了他。只怕他心里的痛比我还要深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于飞。但就算见到他，又能说什么？又能做什么？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，让他更难受而已。我根本就小杨。这拳是我该受的，我没话说。你该受的何止一拳？你这种人根本死不足惜。少在那装什么受害者了！你本来就不想娶叶琳，今天是我让他找到理由，让他取消了这门婚事，所以你该感谢我才是啊！要不然你这辈子都被你不爱的女人给绑住了。夏雨阳，你别得了便宜又卖乖。你自己也是一样。要不然你先回头找叶琳，告诉她你不在乎我跟她上了床，你还想要娶她。夏雨阳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随便你怎么说，我无所谓。老实告诉你吧，于飞他不肯原谅我，已经开口跟我离婚。只要我们之间没有了关系，你大可以放心的去追求。这对你来说，应该是个能补偿的好消息吧？啊？这整件事都是你在背后搞鬼吧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又想按什么罪名在我的身上？难道不是吗？照理说，这件事情掀开来，你应该是着急不安的。但你很冷静，好像这整件事都和你意料中的一样。那封信是你叫人拿给我的吧？什么信啊？我不知道。在婚礼上，有人拿了封信给我，送信的人说，
那是刘小慧给他的，所以我才会起疑心去找叶玲。但现在回想起来，根本就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，想要利用我去阻止这场婚礼。而那幕后操纵者，最有可能就是你，因为只有你才有阻止这场婚礼的动机。你说的太好了，说的太漂亮了。但有一点你忘了，最不希望举行这场婚礼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坦白说，我也在怀疑，是不是因为你不想娶叶玲，所以安排了这一切？毕竟大家都亲眼看到了，是你坚持取消这场婚礼，而我呢，我最无辜了。因为你的关系，婚姻破碎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。夏阳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只要我调查出来是你干的，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不会再有所顾忌。我会把这整件事跟杨家人说。叶夫人，您请放心，年轻人一时有情绪，总是难免的。等贺凡心情平静一点，我再好好劝劝他。张董真是个明理的人，希望我们这件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我也不希望这桩喜事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嘛。更何况，我们两家未来在事业上还有合作上的关系。你们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会处理好的。谢谢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叶玲的父母刚才来找过我，他们既然能够主动找上门，也算是自知理亏。你就顺着这个台阶下，原谅叶玲这一次吧。爸，你不用再劝我，我是不可能再娶叶玲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之前他看不见，你倒义无反顾；现在他看见了，你倒不娶了。比起一辈子照顾一个失明的妻子来说，你现在应该高兴才对啊。爸，我原本以为，虽然我和叶玲之间不是以相爱为基础，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彼此信任，所以我愿意一辈子诚心的照顾她。但他骗了我，他欺骗了我，所以爸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妻子。你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我不清楚。但如果你把妻子比作你的商业伙伴，是你人生成功的一块基石，那就没什么是不可以的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和安正的合作案还在进行中。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，那可是会害惨我们远帆集团的。你好好想想。爸，晚安。
小林啊，吃点东西吧。你都不吃，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听话，多少吃一点，好吗？小林。他还没吃。是啊。你去忙吧。好。爸，小林他已经1天1夜没有吃过东西了，得赶紧想个办法才行啊。还有什么办法好想的？难道你让我学你们去张家求人家不成？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我呀也该好好检讨自己了。因为把他送到英国去，就是对他最好的磨练。可现在看起来，这是我一厢情愿喽。唉，苦心栽培了这么多年呐，没想到他居然为了一个男人，就瞒着咱们家做了那么大的事儿。可是现在呢，咱们还得为他操心呢，还得为他难过。你说我，哎呀，你们去吧，我饱了。爸。都怪于飞那丫头，要不是因为她，事情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绝对不会放过她。曼萍啊，别乱来哈，还是先听爸的，别闹事。难道就任由别人这样欺负我们的女儿？这口气我可咽不下。说来说去，还得怪你这个当爸的。怎么又怪我了呢？但凡你要是有点出息，我会求爸出面吗？看来，贺凡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原谅小林了。那我也势必不可能从他那儿借到钱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连我都得出事儿了。那可怎么办好呢？你舅舅昨天问我你回来住的原因，我可跟他说的是你回来调理身体的啊，可别说漏了啊。我知道。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先别告诉舅舅比较好，要不然以他的个性，非得去杨家闹个天翻地覆，甚至要了宇阳的命。是啊。哎，回来了！哎，你们太不够意思了，吃饭都不等我啊！啊，你们看报纸了吧？说叶林昨天的婚礼取消了啊！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小慧去捣乱，所以那特助生气了啊？不是吧？怎么可能不是？那还能有什么理由啊？是，你说是不是，姐？于强，于强，你在家吗？刘小慧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！我去朋友家住2天，我问到怎么回事，你就说我接了个戏，要去外地，去很久，100集，1年都不可回来了。你在家吗？拜托了，帮我打！怎么回事啊？你帮我打！我去开伞啊！于强，小慧啊，小飞，伯母你好，初次拜访，请问于强在家吗？于强，伯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下次再来拜访。于强，你等等我啊，于强！哎，于强！
你真不应该跟我出来。你说菜市场人那么多，万一碰着你怎么办呀？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。在家也是胡思乱想的，就当出来散散心吧。喂，找我什么事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。小飞啊，我一个朋友找我有点事，要不先回家吧？啊，你先回去。没事儿，我再逛一会儿，你就别担心了，赶紧去吧。那你小心啊，一定小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慢点啊。啊。丈夫和朋友同时背叛，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。那他呢？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？不行，我不能再这样子了。为了孩子，我一定要振作起来。找我什么事？为什么不能在电话里说？买房子那笔钱，我得先拿回来。叶平涛，那笔钱我早就给小飞买房子用了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更何况，咱们早就说好了，这是你对小飞的补偿，你凭什么又管我要啊？我是真的需要这笔钱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你先还给我。你休想！就算宇阳跟小飞离婚了，当不成嫁妆，让他母子过得好一些是应该的。于飞跟夏雨阳闹离婚，为什么？是不是跟小林的婚事结不成有关？你别胡思乱想了，小两口吵架是难免的。总之，我不会答应你的要求的啊！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。于月，算是我求你了，眼下我真的需要这笔钱啊！不然这样吧，你把房子借给我，拿去抵押，我保证将来会补偿于飞更多的，啊？你现在都出尔反尔了，我还指望将来吗？我还指望公鸡能生蛋呢。叶林现在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啊？整天以泪洗面的，都快活不下去了。都是你那宝贝女儿害的，害她现在啊成为街头巷尾人人谈论的大笑话。哎，于月，于月，我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你放心，我会没事的。说起来，我也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帮着叶玲瞒着她眼睛好的事情。我不怪你，我知道是叶玲拜托你的，而且你有一心希望我们幸福。我听夏雨阳说，你要和他离婚。
我一下子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。既然宇阳他无心继续这段婚姻，那还不如趁早结束，免得将来在孩子面前，我们做父母的连和平相处都做不到。你放心，我是于飞，非常坚强的飞。我这个人没有别的长处，就是坚强，我可以撑过去的。我相信，为了孩子，你一定会坚强的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告诉我。我们永远都是朋友。谢谢你。那我就送你到这儿好了，省得引起误会。谢谢。特助，我相信叶灵是真的爱你的。不管你们是在一起或是分开，找机会和他好好谈一谈吧。如果这样结束的话，真的是太残忍了。知道了。再见。爷爷，于飞，爷爷，您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于飞啊，要方便的话，我想到你家里跟你说几句话。当然了，来这边。爷爷，请喝茶。好。哎呀，我是第一次到你们家里来呀，没想到啊，却谈这种事情。于飞啊，你现在能不能告诉爷爷，你和小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会反目成仇到这种地步了？爷爷，既然您会这么问，就说明叶灵她没有跟你说。既然她不说，那么我也不会提。嗨，于飞啊，你知道我向来把你当孙女看待的，啊？你放心，如果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不会偏袒小林，我一定会秉公处理，啊！爷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跟叶灵之间的事情让你很伤心，我也觉得特对不住您。但是这件事情，希望您不要为难我，我有我的顾虑。那就说明这个事情确实无可挽回了。好，爷爷不再逼你了，放心吧。我不打搅了啊。爷爷，请你原谅。我只怕是小林对不起你呀。不管我和叶灵之间闹成什么样，爷爷在我心里永远都是爷爷。只是现在这种情况，恐怕以后要再见到爷爷就很困难了。所以，爷爷你要保重身体，别忘了按时吃药。好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好。
好好生活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走了。爷爷，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好。这些人打来准没好事儿，说什么安慰，根本就是想看我笑话。这样下去也不行，一定得想个办法，不然小玲这辈子就真的完了。太太不好了，太太不好了，太太不好了！又有什么事情不好了？小玲刚刚要我帮她煮碗面，趁机从后门溜走了。昨天那个事情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，这件事谁不知道啊？这个女人可真逗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装瞎？对啊，为了嫁给我们特助，她真是费尽心思了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怎么就会有这种人，为了嫁个人，装瞎都做得出来呢？就是说嘛，我昨天听到的时候，你们特助在吗？我装瞎你们装聋是不是？需要我再问一遍吗？叶小姐，我知道贺涵在办公室，你告诉他我想见他。好，那你稍等一下。贺凡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对我？我知道我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叶玲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我不该气昏头，在众人面前取消婚礼，让你难堪的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消气，让我怎么样都可以，无所谓。这已经不是原不原谅的问题，而是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信任的基础可言。你说，这样的关系该怎么维持下去？与其将来彼此怨恨，不如到此为止吧。就因为我没有告诉你我的眼睛好了，就因为我一时喝醉酒，犯了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。贺凡，难道你忘了？你对我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当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。这些话你都忘了吗？叶玲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现在看着你在我面前泪流满面，
听着你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反而一点感动都没有，因为我反而在担心，这些话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隐瞒？你说，这样该怎么继续下去呢？你骗人！你明明就是为了于飞，你想跟于飞在一起，故意说出这句话，对不对？郑和凡，我告诉你，于飞她已经嫁给夏雨阳了，她怀了夏雨阳的孩子，你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。叶玲，这是我们之间的问题，跟于飞没有关系。相信我，在我跟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于飞。我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是不是我们都不可能有挽回的机会了？既然你现在对我这么残忍，当初为什么要对我那么温柔？你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多的希望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生不如死？如果我的眼睛没有好，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对我？如果我的眼睛没有好，你是不是会娶我？如果真是如此，你不觉得这样的婚姻很悲哀吗？叶莲，你好好冷静的想想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为了迁就彼此，总是不停的妥协退让，因为我们彼此都知道，这样下去迟早会有问题的。叶莲，我们就当做这是上天对我们的怜悯，借由这次的机会，让我们不要再错下去。你骗人！你不要再说了，一切都是你的借口，都是你不想跟我结婚的借口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来求你的。叶玲，真奇怪，贺凡哥的婚没有结成，最高兴的人应该是我啊。可是我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那我是野兽。都是于强了，到现在还找不到。您所拨的电话无法接听。看来张鹤凡是拒绝叶灵，不肯跟他复合了。这样也好，只要叶灵死了心，整个情势将会对我更有利。我们现在正处在江边的草皮上，前面就黄浦江，分隔着浦东和浦西。阳光洒在江面上，闪闪发亮，就是那种让人看了却豁然开朗的景色。没有爱情的婚姻怎么可能会幸福呢？会的，会的。叶灵，嫁给我，我愿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去照顾你，爱上你。想不到一辈子这么快，
一下子就到了。叶林，你干什么？走开！你走开！谁要救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走开呀！你以为救了感谢你吗？我恨死你了！都是因为你才失去贺凡的，都是因为你，让你告诉于飞的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告诉他们我们发生的事，但我也是逼不得已，因为他发现了耳环。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他那只耳环是你的，只是我后来不知道他怎么发现的。令我不敢相信的是，他会不顾你们的交情，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报复你。叶林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弥补你所受到的伤害？你告诉我。现在弥补有什么用？我已经失去贺凡了，彻彻底底的失去贺凡了，我再也不会拥有贺凡了。好，你要是想弥补的话，你就给于飞一个不幸福的婚姻，让他也尝一尝失去幸福的滋味。如果这是你所期望的，我愿意。不知道董事长找我过来，有什么事情？贺凡不肯跟叶林和好的事情，我想你应该听说了吧？是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他们撕破脸皮到这个程度，是因为你的关系吧？我和特助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那是他和叶林的问题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就最好了。那我希望于小姐帮我劝劝贺凡。他是我们远凡的接班人，现在又是安正集团的乘龙快婿，前途无可限量。如果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放弃的话，岂不是太可惜了？你怎么确定特助为的是一点小事呢？您作为他的父亲，难道不应该更关心一下您儿子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吗？前途和事业才是一个男人的生命，其他的都是可以牺牲的。于小姐，我就拜托你去转告贺凡，希望他不要一意孤行。到时候，他所付出的代价，就不是他的傲气所能承受的。我让叶玲吃了点镇定剂，我想今天晚上，她应该能好好的休息。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叶夫人，我知道你是因为于飞的事情对我很不谅解，但我真的不清楚他为什么要破坏婚礼。我们甚至为了这件事情大吵了一架，现在几乎闹到连婚姻都快要破裂了。那于飞有没有告诉你，他们为了什么事吵架？没有，他什么都没跟我说。但夫人，如果你想知道的话，我可以去打听。不用了。既然小林连家里人都没告诉的话，我想他不会希望别人知道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。如果这次小林真的没命的话，我这个当妈的也不想活了。叶玲一定是被伤得很深，才会有那种不要命的念头。叶夫人，以后如果有任何需要，你一定要跟我说。
我会尽我一切的力量去帮助叶灵的。小姐，贺凡先生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欧玛，叶夫人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叶灵现在已经彻底崩溃，请你不要再刺激她的情绪。